Coucou mes amis, j'espère que vous allez bien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之前被大家问到过很多的问题，出柜。我的出柜经历是特别具有个人色彩的，所以虽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，但希望通过我的经历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和鼓励。首先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童年的成长历程。我的爸爸妈妈是在我9岁的时候离异的，然后我爸爸在他们离异前1年辞掉了家里的工作去深圳打工，离开家没多久，他就和家里断了联系。然后这就是我童年最大的创伤的开始。妈妈是一名幼师，所以每天中午放学我都会回幼儿园吃饭。绝大多数时候我都能看到我妈妈在哭，然后因为爸爸不跟家里联系嘛，家里的经济也只有妈妈，然后我妈妈那段时间就开始学会了上网，基本上每天晚上在我睡着的时候，她都会去网吧上网。对，就是那个我们晚上9点睡还太晚了的年代。人真的是特别的神奇，会对环境做出适应和反馈。就那段时间，几乎1年的时间里，我们每天晚上到了12点都会醒，然后起来就会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就一个8岁的小男孩，凌晨看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的那种恐惧感，其实非常非常大的。然后大部分时候就会在家里哭，或者半夜敲邻居家的门去接电话给妈妈打电话，或者就一个人拎着那个手电筒，以前那种大的那种手电筒，然后下6楼去网吧找妈妈。然后1年后爸回来，他们就离异了。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真的是蛮大的，可以说直到现在依旧是。可能熟悉我的朋友看到我在网上是那种酷丧温柔男孩，但实际上在我内里，尤其是在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，是非常敏感、没有安全感的。所以就真的是那句话，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，不管你童年是怎么样的，我都希望正在看这支视频的你，或者说我们将来在我们要做父母的时候，是能够做好准备再去抚育这样的小孩的。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过去，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将来。好，回到我自己的身上，自从爸妈离异之后，我的生活其实特别不固定的，时而在妈妈家，时而在奶奶家，再加上一些缘由，以至于我和我爸爸妈妈的情感依恋并不深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爱彼此，而是就好像我们3个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在过自己的生活，面对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所以其实我到大学之后，成长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。纹身、恋爱、去法国这些事情，他们都不会干预我，当然也不会主动为我去解决我遇到的问题，但是他们会在他们力所能及之处给我资金上的支持。所以其实这一点上来讲，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人生中的重大决定上，他们都是支持我的。所以后来当我遇到巴恩的时候，就特别自然的跟大家分享他，分享我们，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于我而言是最重要的。当然，当时也会担心说，如果被爸爸妈妈看到会怎么样，但这并没有成为我太大的顾虑和阻力。这一点我们晚一点来谈。那说完了成长历程，接下来就是我的出柜经历了。准确来说，这个柜子我出了几年，我把它分成了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对朋友出柜，这一个时期的关键点，我觉得是自我认同。我第一次谈恋爱是在大1的时候，当时的我真的就是深柜，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喜欢男生，包括最好的朋友。我当时也会跟妈妈说我恋爱了，但是我会跟她说我是跟女生谈恋爱，因为当时的我特别害怕自己 gay 的身份，会害怕别人的眼光，甚至会担心说我的朋友会因为我是 gay 而离开我，所以对当时的我而言，不接纳自己是我出柜的最大的阻力。后来是我们辩论队的一个小学弟，有一次我们在群里打趣他，说有小学妹想要加他，他就突然在群里说他喜欢男生，然后我就很惊讶，我就去私聊他，他又告诉我说他经历一些事情，觉得不应该对不起自己，我就好像被他打动了一样，就觉得我也不应该对不起我自己，然后我就跟几个我最好的朋友讲了，当时讲完的感受就是特别特别的放松，我当时真的是边哭边讲，我还记得那个样子。然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身边的朋友，那些爱我们的人，他们真的不会因为我们是直的还是弯的而爱不爱你，他们爱你就只是因为你是你而已。所以，不要害怕去接纳自己，跟自己和解，好不好？第2阶段对公众出柜，这个阶段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特别自然的过程。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就是我在法国的室友菲贝，因为刚到法国的时候，身边人都是不认识的，是全新的环境，要去结交全新的人。然后菲贝知道我是 gay， 也知道我敢于对别人说我是 gay， 所以每次在我们结交新的朋友的时候，他都会主动跟别人说，如果你们遇到好看的男生，记得介绍给我们范范。
就特别自然的帮我跟大众出了柜，所以整个阶段我都是特别轻松的一个状态，因为不需要我去主动跟别人说我喜欢男生，尤其是在对大众出柜的初期的时候，进而到后来我也越来越勇敢，能够主动去跟别人讲说我喜欢男生。我后来问菲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也有 gay 的朋友，他的朋友之前是希望他这么做的，所以他也很自然的为我这么做了。所以如果你现在也准备向大众出柜，真的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。第三阶段对父母出柜，我其实是被动出柜，我爸爸妈妈他们前后看到了我的抖音，然后他们就知道了。我妈妈在知道之后，当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她很崩溃，她没有办法接受，然后她也担心别人的眼光，所以她的反应就比较的激烈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也很懵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。但是我觉得我低估了妈妈这个词。3天之后，她又给我打一通电话，告诉我说她接受了。她说她3天没有怎么睡觉，查了很多资料，问了很多人，再加上妈妈那边的家人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，更加的开放，所以他们也会去安慰宽解妈妈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接受了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的2句话，一是我对妈妈说，看元旦我找时间回趟重庆嘛，妈妈回答我，叫上那个男孩。再就是妈妈对我说，如果你喜欢女孩子，我希望你多谈几段，遇到最好的最合适的，但是你喜欢男孩子，我希望你就只谈这一段，一直走下去，因为这条路太难了。至于爸爸，虽然为此我跟爸爸发生了一场比较激烈的矛盾，但是爸爸也没有阻止我，所以我觉得爸爸可能对我的反馈就是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我接受不了，你也不要试图说服我改变我，你好好的就好，我觉得也很棒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和父母出柜这一块儿，因为我不是主动出柜，所以可能给不了大家太多的建议和参考。但是屏幕前的你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话，我希望你一定要做到好好的爱自己，接纳自己。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你就是你呀，最独一无二的那一个。所以其实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之后，很多外在的眼光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然后对于爸爸妈妈，还是老生常谈那一句，我也是鼓励大家等到经济独立之后再跟父母出柜，不要着急，因为我们其实并不能确定父母的状态和反应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可能当然也会有比较激烈的那一种。所以经济独立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保护，其次父母终究是在意自己孩子的幸福的。当我们能够经济独立的时候，也能够更加有说服力，可以告诉爸爸妈妈，不论我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，我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你们也能安心。出柜这件事情，肯定大家了解的也很多，听到的方法也很多，与我总结就是接纳自己，爱自己，变出色。希望看完这支视频的你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力量，这个世界肯定也会越来越好。